政府现在不是那个房地合一2.0哈，那2024给它抽到快700亿吗？还是超过？我们都在等数字公布。对啊，看以后家里有老人了，看能不能用补助的方式然后让老人都活得比较怎样舒服，活得比较怎样有尊严，这样无障碍宅，这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题目。中古做起来真的超级贵的，贵到你不如真的去买预售，然后客变都把它问清楚，然后都把它留好。房间上的梁柱你也没得挑，但是你至少就问他说这个有没有门槛，挡水条我不要，你帮我做节水槽，看多少钱我做，然后看那个建商能不能接受，就帮你去改这个东西，不然怎么办？不然怎么办？不然呢，老人家住无障碍室内设计宅跟一般的障碍宅障碍赛我是认为有能力我自己都还是要去住那个无障碍的宅。退休宅不踩雷攻略，5大心法打造长辈舒适生活。先说结论，5大心法：第一，优先选择电梯大楼；第二，无障碍门宽与门槛设计；第三，买预售来客变比较快；第四，找生活机能强的社区；第五，尽量维持长辈原有的生活圈。这5点都能做到，长辈会住得舒服，然后走得安心，然后他就说你有友好这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哪一区最适合居住，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打造退休宅要注意什么，这是我们来聊退休宅。那会想要聊这个是因为刚好有观众要帮爸妈找这样真的是一片孝心。那我们先来讲理想的退休宅应该要长怎样我先列几个必要的元素。第一，电梯大楼，这个不用解释吗？难道你要叫你那个80、90岁的长辈慢慢那边爬公寓楼梯吗？透天也怪怪的，那个楼梯老人是这样，他只要摔一次那就很麻烦的事情那个麻烦我想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来，第二个，各种出入口的宽度留到90公分坊间的说法是大门宽度要有120，然后走道至少要宽90那我是认为那个一些中古啊，你要硬是把大门砸成120是有点困难但至少留个90。为什么？轮椅的宽度是75那所以你大概只剩15公分可以不要去擦边而已。那大门建议留到120，是因为要留回转的空间。其实你那个一般电梯大楼屋龄大概在25年的都可以我都看过就是都已经有留好，那是建筑技术规则就是轮椅要在梯厅可以旋转这样。所以你在盖大楼大概的那个基础的无障碍已经帮你处理了，你只是室内无障碍你要自己做而已这边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般的卧室嘛，你自己看你的卧室是不是那宽度是70到90公分之间，一般来说70、80左右。但是因为你的门怎样向内开开门，所以它实际上可以通行的宽度还会比较窄，因为你有那个门的厚度这样，你还要再加个6、7公分。所以我们刚才说轮椅宽度75那你这个门的宽度就至少已经要抓到82、83公分，所以我们直接建议抓到90是这样来的。或是说你把你这个门改成拉门这就可以省掉6、7公分。第三个，不能有门槛，就像我们一般的浴室通常会做门槛可以挡水，挡水是一回事然后你自己去看一些比较老的电梯大楼或是公寓都这样，你在进厕所是不是会有一个台阶？这个你可能都没注意过，你现在看一下，你进厕所是不是有一节台阶？那在干嘛？那在留粪管的坡度留粪管的坡度，所以变成说这厕所是垫高的。好，我们年轻人怎样用都没问题，我们爬了进去，轮椅怎么办？轮椅怎么办？对，所以这东西要去处理这麻烦，这真的很麻烦。后面会讲到，你中古要去爆改成无障碍，很贵又很麻烦，那不如是预售然后直接客变就把它做好。那现在新的预售案新建商它通常是怎样？就是挡水条做给你，那你也可以客变成，或是你日后自己加工就把它弄成节水槽这种东西，它就不会有那一阶门槛，因为它粪管的坡度都帮你流到楼地板里面去了，是比较理想的。好，那轮椅啦反正无障碍有一个，你就这样想你今天坐轮椅，然后在你家这边逛来逛去走来走去，你看会撞到什么，那边就要改然后你看你好不好用，那边就要改，大概就是这样要在浴室里面做一点斜度，就泄水坡度这些东西都本来就有的，然后只是说你要再加上轮椅的考量。然后你自己看一下你的那个厕所假设没有门槛，假设没有挡水条在挡，假设不是什么往里开往外开的门，你已经把它做成侧拉门了，你轮椅在里面能不能回旋？
能不能旋转？没办法，对啊，所以整间厕所都要改，就这样所以你要知道，退休宅建议买预售屋。我刚才只是列举几个做退休宅长辈在用一定要注意的事情，我还没有提到什么扶手、防滑，然后插座开关位置上下都要做。要做60公分，离地60公分，跟现在一般的大概是离地100公分、120公分。为什么轮椅一样？你的手不用抬起来，你就可以去按，这个就已经要大改格局了甚至浴室也要敲到门槛，你中古屋嘛，你要敲到门槛，你怎么办？你那个粪管泄水坡度怎么办？所以会搞到全室垫高。我跟你说，真的。那卧室的门又要做宽，做宽很麻烦呢。那现在工又那么贵你找人家来弄，真的很不划算。真的是不如一开始就买预售然后客变或是流料不施工等等让你比较好处理真的是这样。你这样搞还比较省钱，省很多钱那你说不弄吗？也没有不行，但是老人怕什么？怕跌倒，而且一跌倒可能就要坐轮椅。然后你的房子本来就没有设计轮椅在那边方便进出那就变成你要去搬那些老人搬你爸妈，搬上搬下的，他们也会心疼呢。所以一心疼就怎样？不想出门呢。真的你一定有看到8点档，什么阿公阿嬷那边坐轮椅，然后整天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就不想出去走走什么的。你觉得他是不想出去他是怕你麻烦，因为他要出去，然后你又要干嘛，然后那哼哧很累这样，然后想一想他就算了最后你要知道，还需要考虑生活机能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硬体设备以外，还有一个要注意的事情，例如说社区大楼有没有无障碍设施这个很多老社区都没有。然后社区会不会举办一些老人活动？像现在有很多市民活动中心会办这个活动，在那边吃便当然后我妈说她一个长辈，我妈妈的长辈，你看那个年纪她说什么老人每天去那边吃便当10块而已，政府有补助，然后大家都去吃，然后吃唱歌然后就如果有个老人他没有先请假的意思是说我要去台北找我囝3天他没有先讲，然后今天没来吃，然后他电话就会打过去然后看他是不是在家里怎样这也不错，这很不错，有人帮你照看你家长辈这样。那公园嘛，老人超爱然后提供给老人散步下棋然后前后阳台种花种草等等那再来就是最好离医院跟菜市场近一点那个老人就刚需就是医院跟菜市场那这样你们就医或是买菜都会方便很多。然后老人家没事就是很喜欢去逛菜市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女生喜欢逛百货公司就去逛，老人逛的东西是菜市场就这样那另外我也建议你，如果你要买退休宅来孝亲尽孝道的话，最好不要离原有的生活圈太远。这个怎么说？就是老人家，这你知道意思他就念旧，他就不喜欢改变，真的是这样像我有听朋友说，他爸妈退休以后就搬去跟他们一起住，但是他们还是会跑回之前住的地方去参加那个社区的活动，我们里长旅游之类的。对他们来说，那个地方待了几十年他也很习惯，他也不会想说要重新建立生活圈之类有没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为人子女比较需要考虑的课题就是来第一个，你有没有能力帮你爸妈翻修这房子，翻成无障碍弄成他们在养老的时候住起来是安全又方便。那或是你直接在他本来生活圈附近就再买一间这样才让他们不会有那个人生地不熟的感觉。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
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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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就我不是高雄美术馆买一间嘛，然后就把爸妈接来住，这个不要学这个我爸妈也是离开了他以前的那个生活圈然后这一间我就想说，既然我都弄了，然后本来房子买来就要装潢嘛那装潢的话，我看看有没有办法直接弄成无障碍。我也是略懂一点点无障碍现在是这样在国内没有正规的证照叫做什么无障碍，它只有一个资格培训就这样，然后蛮复杂，要注意的地方很多，而且无障碍不是说可以 SOP 套版无障碍要根据那个未来要入住的老人，他们有没有什么病症然后针对他们去做设计有点复杂。我把我知道了讲一讲。无障碍宅是个巨大的市场巨大的题目，可是也是个巨大的花费。这样，我先分享我的经验，先说结论。结果我这间无障碍没有搞成没有搞成，真的是搞不定为什么？光是把门把它打开，他就跟我说要砸墙，砸墙要管委会同意然后要怎样怎样，结果又有一面承重墙，直接给他坐在那个隔间墙，就那个出入门那边就不能砸，然后就很麻烦，最多就是改成那个滑拉门，那我就算了。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一直想，那你不要讲说老人喜欢，我自己都看了都很喜欢就是所谓的无障碍浴缸，叫做步入式浴缸，这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浴缸就浴缸，对，就是你想象中浴缸的样子。它怎样？它有一个环节，你要进去泡嘛，它是要下跪，就是你的脚要跨过那个浴缸，然后在里面泡。泡的时候人是躺着的状态然后你泡完以后，你人要站起来，然后又要跨出去，对不对？就这个跨出去的动作很容易跌倒。那我们年轻人跌倒就跌倒跌倒自己爬起来爬不起来就算了就这样。可是老人不行老人一跌倒骨折安诺都安诺之后就是轮椅了老人的恢复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做到什么？他不会受伤，不会跌倒因为他一跌倒以后，大概接下来都是轮椅这个事情我们都看到很多，所以我对那个透天很有意见，就是这样。反正讲都讲了，顺便把它讲讲，就是说一间3楼半的透天，我跟你说，每天在楼梯的上上下下，比住5楼公寓的人爬的还要多趟，你相不相信？真的是这样，原因是3楼半那个半就要佛堂嘛，所以老人怎样，早上要拜拜，继续拜。好，那拜爬上去爬上去说，什么东西忘了拿，爬下来再拿能让他爬上去。OK， 好，到垃圾的时候，一听到垃圾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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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干，然后火急火燎的，立刻去把那个都用跑的啦，就去把那个垃圾袋弄，每个房间的弄用跑的，
跑上去收垃圾，再冲下来去追那个垃圾车。这种生活一次两次都蛮没问题。来未来10年、20年，你能够保证你家爸妈都不会跌倒吗？都不会跌倒吗？怎么可能？这个几率就不是0了。所以我对透天的意见很大，就是这样。我就不喜欢透天。当然我知道透天很棒嘛，都是自己的嘛，然后什么的，但他的生活是被切割分成的，而且对老人来说就是那个风险。然后透天我也摔过楼梯，我靠，这个我们年轻这样在摔都有点，我不觉得一个70、80岁他摔这一次他 OK。好，那讲回来，那个布露式浴缸，这个你可以去查一下，蛮屌的它是侧开门的，它也不大它人在里面是坐着的坐浴。坐浴不是说你好像坐在地上的垫子那个脚要弓起来到胸部这也不是，就真的是个好像椅子的坐姿你把它坐进去，然后水也放的比较少。他们的原则是这样，就是说你泡澡你放水那个水不要超过心脏，然后怎样怎样的。OK， 所以布露式浴缸是侧开门的你把门打开，人坐进去，然后才开始放水。然后水就淹，你是坐姿好好的坐姿，跟你坐在椅子上坐姿差不多。从泡脚开始，弄到你的胸部的时候，你水就关，你就泡你的澡，还可以滑手机，还可以干嘛然后去在那边看泡完以后把水漏掉起来擦一擦，然后再把门打开，走出去就好了对。都不用再走那个跨进去的动作。那个我自己看了，我也很想泡，好不好？我还特别去找看有没有什么饭店5星级的也没关系，特别去找什么饭店有没有这种浴缸，我想去泡一下，因为那种浴缸好贵我不知道为什么都10几万一颗，但那看起来技术含量没有很高。可能一体成型的那个生产线很贵吧真的你就接热水水线，然后冷水水线大概就这样，然后再接排水。你排水不接也没有不行你就给它排到外面去一样是走那个厕所的那个排水。好，然后我兴高采烈的去弄什么合成HCG 然后那一颗布露式浴缸16万多，我想说就给它买下去然后他说先生，这个我们要场勘一下，就来场勘。好，来场勘以后就发生一个超靠北的事情，就是说那个场勘是这样它那个浴缸真的是一体它不是什么拆开来组装的，未来应该会有因为他们这种一体，他们自己也不好卖。好，那他就是在卷尺那边量怎么量？来我们的社区量然后来量电梯，看那个东西进不进得去。社区可以，电梯可以，梯厅可以，我家大门可以，房间门刚好可以，这样推了进来，一路都绿灯。厕所门不行，厕所的门进不去。真的是，那最后一关了，厕所门这个进不去，这个我懂就不卖了我也用不到了。然后我有去问装潢，因为那时候正在装潢嘛，我是说我一定想要这个的话要怎么处理？他说你要把厕所墙砸开。把厕所墙砸开，我会帮你改成滑拉门然后整间厕所防水要重做。我就说好，那这样要多少钱？他估一估给我25万然后再加16万那这样细打规版，就为了那个布露式浴缸，我开不了去，我讲今天我开不了去。然后后来我还很慎重的把我爸妈找来说我是本来想帮你们装这个的也跟你们讲，你们是期待嘛，真的搞不定，贵成这样，因为搞到要砸门，算了以后你们想要泡澡想要泡温泉，直接刷我的卡去外面住饭店继续泡澡都随便，因为你们就这样花也花不到10年，也花不到20、30万嘛，对吧？想泡就去泡就这样。这个东西我也没办法负担得起，但是硬体条件上搞不定，要砸墙要干嘛好麻烦。布露式浴缸，但那个东西好像真的很爽，我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会去泡一趟。然后这个就是我说，你买中古屋，你要爆改成无障碍你就遇到的各种问题就会长这个样子。然后改起来超级之贵，是要改隔间。为了要让轮椅在里头能够回旋，你是不是要把厕所的墙面都要往外推？往外推，你房间变小推到另一边，你走廊变小。你走廊本来又有要照顾轮椅的宽度，就麻烦，真的有够麻烦的。这就是无障碍的室内设计。然后无障碍室内设计，我又找业内人士聊过，就是设计师他说公寓基本上不要想，公寓真的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到现在还住公寓的人，通常都没办法拿那个钱来做无障碍所以反正我们那边吃饭酒喝一喝，我们真的是认为还是要赶快赚钱老了以后帮自己搞一间无障碍或帮父母搞一间，这比较合理。然后无障碍室内设计，这是一个很巨大的题目。无障碍室内设计我再讲一个东西。好，来，今天你就考虑你是坐轮椅的状态，然后你看你家厨房你要怎么洗，你去洗什么问题嘛来，第一个，厨房那个对坐轮椅的人来说太高，他手要这样
要这样洗。再来，它底下是不是有那个橱柜？厨房洗手槽底下橱柜，你都拿来蹲杂物，对不对？轮椅会嘟到嘛？嘟到那个门板嘛？会变成怎样？变成说坐轮椅，然后他人要往前这样，然后去搞那个碗盘的事情，就只能这样，然后要高高的这样在搞。对，所以这东西都要调。如果家里有轮椅的需求的话，你那个底下的橱柜都要留一个那个空间，让它推得进去。推进去很像我现在这个桌子，镜头拍不到，反正是一张桌子。好，那我轮椅就插进去了，然后我用这个高度我就在洗，就这样。还有刚刚讲到的电灯开关啊，然后还有各种问题。有些老人因为一些病症的关系，他用什么呼吸机？呼吸机很麻烦的事情呢。呼吸机是维系生命必要的东西，但是它有噪音，那个蛮大声啵啵啵啵啵一直打好，那这个呼吸机怎么样？你看你家主卧放一台呼吸机，然后你人睡旁边，你怎么睡得着？你怎么睡得着？所以啊，这就回到我前面说，要根据那个日后居住的人去调整。怎么调整？就是说，你主卧室的床头钻一个洞，放呼吸机的管子，然后周围贴满隔音棉、消音的、吸音的材料，然后把主机放在外面。我们现在看一堆的新建案不是都这样吗？就是说，你客厅有沙发，然后有电视，那个电视墙后面是不是大概都跟着主卧？那你就要把那个床头改到客厅墙那里，就是说你的主卧的床头那一面墙后面就是客厅了客厅电视那里，按那塞解康然后把呼吸机放在客厅，做一个窝给它然后里面都贴满吸音减震的材料，然后让那个管道走那个线，走那个洞进去，你大概就钻这样子的洞就可以了这么小的洞就可以，大概就这样子的洞就可以，你就这边也塞吸音的东西，就这样过去。然后就可以弄到里面的床头就带着，就这样。我不要讲我也曾经有想要认真去从事，但是我发现我搞不定我的技术实力太差了，我只有办法整理，我没有办法用到这些基础建设、基础工程这些东西。但是无障碍室内设计这东西是不是刚需？对啊，就是刚需啊。所以政府现在不是那个房地合一 2.0 那2024给它抽到快700亿吗？还是超过？我们都在等数字公布。对啊，看以后家里有老人了，看能不能用补助的方式然后让老人都活得比较怎样舒服，活得比较怎样有尊严，这样无障碍宅，这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题目。中古做起来真的超级贵的，贵到你不如真的去买预售，然后客变都把它问清楚，然后都把它留好。房间上的梁柱你也没得挑，但是你至少就问他说这个有没有门槛，挡水条我不要，你帮我做节水槽，看多少钱我做，然后看那个建商能不能接受，就帮你去改这个东西，不然怎么办？不然怎么办？不然呢，老人家住无障碍室内设计宅跟一般的障碍宅障碍赛我是认为有能力我自己都还是要去住那个无障碍的宅，跟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帮父母搞出这种东西。你想要简单了解，你就是一切用轮椅下去做考量就对了。不会讲这个东西，明明就是需求，就长照的领域明明就是需求，可是真正有能力做出来享受得到无障碍室内住宅的人就少之又少，我也是搞不太清楚这个状况是怎样啊！加油吧，希望我们都不会有那一天，我们的父母也不会有那一天。最理想的是什么？你明明就花钱把无障碍宅都打造出来了，然后家里常用的轮椅都摆好了，可他从来没用过，到往生他都没用过，这样最好了。我们可以不用，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不然怎么办？不然就真的是等着哪一天从楼梯上安诺都安诺。那个柯文哲的爸爸不是就是这样吗？然后还有一堆政商名流，不是都是什么洗澡的时候跌倒嘛？不都是这样吗？所以老人一跌之后，他的那个衰落非常非常的快。不喜欢呢？对啊，就还是钱啊，还是要有钱啊！把自己家改的温馨，不然就去买一间，然后做客变，看怎么样改出一个无障碍室内设计给你参考。